Hello，大家好啊！马斯克呀又放大假鸽子了啊，发射又推迟了。没关系啊，咱们等明天再看。今天啊聊一个我刚看到的一篇文章，还是很好玩的。比较悬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像电影里边那些所谓的超级英雄一样啊，断了胳膊断了腿能自己长回来，甚至心脏坏了破了啊，能换一个新的，那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对，没错，我讲过缅因州那个马里兰大学的那个换猪心脏，我们讲的不是那个故事啊。你说早就有了，也不是说猪心脏，那是什么呀？那不是咱们这个阶层能享受的啊。我还是说科学。最近呢是看了一篇文章啊，它不是科幻小说啊，是正儿八经的这个科学研究。看完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回荡着一个词儿：再生啊。这个事儿呢，要从一篇很牛的这个论文说起啊。今年就是2025年啊，一篇论文是在《Science》杂志上的，是中国的几位科学家发表的，在这《Science Nature》嘛啊，这都是含金量最高的那几本期刊之一。我当时看到这个论文的标题啊，就被镇住了啊。简单说，这篇论文讲的就是说呢，我们人类啊，这种不能再生的哺乳动物，居然有可能被重新激活再生的能力。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悬啊？别着急，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啊。这帮科学家呢，就选了2种小动物做实验啊，一种是兔兔啊，一种是小老鼠。他们在兔子的耳朵和老鼠的耳朵上都打了个小洞，结果呢，惊人的事情就发生了。1个月之后啊，兔子耳朵上那个洞居然自己愈合了，长出了新的软骨和组织，就跟没打过洞一样。小鼠呢，那个洞就一直在那儿，形成了一圈这个愈痕啊，那么一个组织，但洞那就是洞了啊。所以这个差别是比较大的。所以这帮科学家就想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他们就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啊，像什么单细胞测序啊、空间转录组啊，去一层一层的分析，就是兔子和小鼠在受伤后，每个细胞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后啊，他们找到了一个关键的嫌疑犯，就是一种叫做视黄酸的物质啊，它是维生素 A 的一种代谢产物。他们发现啊，这个兔子耳朵受伤的时候啊，体内有一种叫做 ALDHEA2 的这个基因啊，会被强烈的激活，然后就像一个工厂一样疯狂的生产视黄酸。而这个视黄酸呢，就是帮助这个就是组织再生的这种万能药。但在小鼠身上呢，这个基因啊几乎没有反应，所以视黄酸产量很低，就没法进行再生。然后呢，他们又做了一个最关键的实验。他们把视黄酸啊直接涂抹在小鼠的伤口上，结果呢，小鼠的耳朵呀居然也开始再生了，软骨和神经组织都长出来了。这就相当于他们给小鼠啊装了一个你说再生开关是吧？所以这篇文章的作者就说呀，说这项研究找到了参与再生能力演化的基因开关。这就不光是让小鼠耳朵再生啊，更重要的是它给人类就是未来去修复大脑、心脏这些复杂的器官，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啊，整个人都激动了。你想啊，这就是神迹啊，是吧？观音菩萨那个甘露水是吧？但你再想啊，这个神迹的故事呢，其实啊，人类啊已经盼望了几千年了啊。我们这在古希腊神话里边，就是普罗米修斯是吧？他那个肝脏怎么着，每天被老鹰啄食。是吧？第2天还能长出来啊！最近大火的这个哪吒，它这个削骨剔肉之后呢，还能用这个莲藕重塑身体。这些荒诞的故事里边呢，其实都透露着人类最古老也是最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再生。那真正的科学探索呀，还要从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起啊。那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基因分子，他都不知道，他就细致的观察，得出个什么结论？他说，人体啊本身就是一座城堡 castle， 只要你不被外敌攻占，那就能自己修复。这是人类第一次正式的科学的讨论身体能修复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文艺复兴时候啊，有一个哥们儿叫安德烈·萨维里啊，他是个解剖学家，他也称作什么呢？夜半盗尸人。他写了一本惊人的书，叫什么呢？人体结构理论啊，结构论。他抛弃了那些古老的猜测，亲手解剖尸体，把我们的骨骼、血管、神经精确地画了下来。那如果说这个希波克拉底是告诉我们身体能修复，那萨维里呢就给我们了一张身体地图，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去科学的讨论你怎么修复。
啊，再到后来就18世纪了，有个叫特伦布利的科学家，他做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实验。他呢不研究人，而是研究一种叫水螅的小动物啊。他把水螅呢从中间的切开，结果发现啊两段都能重新生长成一个完整的个体。那这个实验就太重要了啊！第一次通过实验就证明了什么呢？再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呢可以被重复验证的。这给后来的科学家就指明了方向。哎，你想知道人类怎么再生，你先搞清那些再生的动物他们是怎么弄的。再往后呢，这个显微镜就有了，人类的眼光啊，终于穿透了迷雾，哎，看到了，哎，生命最小的单位就细胞。哎，1908年吧，有位叫马克西莫夫的科学家第一次就提出了干细胞这个概念。这个发现是太了不起了。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再生它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靠一些特殊的万能细胞完成的。那说到干细胞呢，我们就不得不提起啊近现代两项划时代的突破啊的诺奖级别的，一个是1998年，美国科学家汤姆森呢成功的分离培养出了人类的胚胎干细胞。这种细胞呢几乎能变成身体的任何一种细胞，相当于在实验室里边有了一个备用零件仓库。但这个技术啊它是有伦理争议的，因为它要用到胚胎。所以呢，到了2006年，日本科学家就是山中伸弥啊，就更厉害了。他发明了一种叫做 iPS 细胞技术。他想啊，既然胚胎干细胞有争议是吧？那我用普通细胞，比如一个皮肤细胞，把它重新编程，让它回到那种万能的状态，不行吗？他成功了。这种方法呢，不仅避开了这个伦理的争议啊，而且呢，能用病人自己的细胞来培养组织。他因此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奖。所以你看，我们从古老的梦想到现在的这个细胞和分子，人类这一场应该说再生的这个大梦啊，已经做了2000年了。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身体能修复，到了解如何修复，再到怎么用干细胞从实验室里边制造组织。那这故事讲到这儿呢，我心里边还是有点纠结的。我总觉得吧，这个人类啊总不知足，我们太贪了，总想一步登天。因为我读到过新闻啊，有一个医生是吧，他用不成熟的这个再生气管技术啊，害死了6名患者。还有呢，就是2018年啊，美国有12名患者接受了一种所谓脐带血干细胞注射后呢，病情反而加重了。甚至在日本啊，这个山中啊，在获得诺奖之后，曾经推行过一系列的法律，取消了某些就是再生疗法导致一些证据不足的这个疗法被推向了市场。后来呢，连山中伸弥自己也看不下去了，他呼吁啊，你科学家也要尊重科学。所以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是因为再生这个词儿太诱惑了，它就直击了我们内心深处啊对于这种完美和永恒的渴望。这种渴望啊，一旦被资本和不负责的这个宣传所利用，就很容易跑到科学前面，甚至践踏科学的尊严。那么回到最初那个论文啊，那个论文是非常惊艳的啊，但像一束光一样，就穿透了迷雾，给我们未来就指明了方向。断指再生可能不是神话，但同时啊，过去的那些历史也告诉我们什么呢？从一个惊人的发现到真正造福人类，这条路太长了，也太香了，它充满了诱惑、陷阱以及牺牲。所以呢，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是没毛病的，但是千万不要太着急，让个别有心人这种操纵之下，化作你对这种眼前的这个浮躁和伤害。所以对这科学还是要有科学的方法，你追寻神迹是吧？你要想到你不是神，你首先是个人，好吧？这就是今天关于断指再生看到的一篇文章，给大家做个介绍。谢谢大家收看，我会把论文呢放在视频的下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